what you're going to see in between of now and my results at end of August is 3 big challenges. 3 challenges that are synonymous with what the O-level was supposed to test me in the first place. We have oral, in which I hope to be interviewed on a live Chinese radio station. Hi， 我们上你好，我是嘉靖，嘉怡，我们一样的家吗？不一样的家。OK。我的家是那个家庭的家。哦，我的是就是嘉靖的家。对，你的有人字旁，有一个人字旁比较难找了。OK， 我们可以谢谢你今天哦。上去一下。好。所以他们全部都在，全部这些广播都是在，也是在一样的。哇。所以等一下采访我就是自然了，因为我都没有准备一些什么。对，等一下就是一个应该是说轻松一点啦 ，OK。对。你是要进去那个比较大的吧？比较大，就是我给你看的那个一间啊，应该是第一间。OK。我这种今天我的那个任务就是我答应了我的老师陈老师，今天上来如果不懂什么词的话，可能需要你们的一些帮忙，可是我不会去用英文去补充一下。OK。所以如果你看我的眼神是那种，可能应该不太会。好的，可以。OK。Happy Hour 这个星期呢，我们2跟4就邀请到这位年轻的朋友，他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同时也是短视频的拍摄者。然后他自己把这2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拍摄自己呢学习这个华文，然后去考欧水准的这个中文考试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历经了18个月，终于考了他的第1张卷跟第2张卷。那不过成绩还没有出来啦。所以考的时候自己的满足感很高，对，有信心吗？那个成绩？是其实有了。有。最好奇的是，在2个星期前还没考欧水准，我无法抽出时间去练习，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这次真的是失败了，所以我就去找我的老师去求救，老师叫我冷静一下，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帮你每天就是还有剩下7天，我们还可以尽力，就在那天就终于这样过去了之后，就哇好了，我付出我最大的能力，现在无论他是什么成绩，我都能接受。OK， 那我们一起等他的成绩。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听这个嘉靖的，对他的表达，应该已经很不错。对，1到10分满分，你们给几分？我好奇想知道。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了。可是，在考试之前，你会怎么形容你的中文水平呢？我中文水平其实来说就是。可能对自己没有说那么大的信心啊。其实很像，如果为了今天的挑战，我自己需要心理准备。因为我们不认识1年前、2年前你嘛，所以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你的华语多烂。我觉得你已经有基础了，就觉得你好像没有烂到哪里去。你是骗我们的？以前你有这样烂吗？我忘记是鸟或者是鸡都不会写啊，所以我们就从那边开始吧。那如果我们讲买菜饭这样，也是就是这个那个，而不是香菜啊、黑木啊这些那些都不会讲。所以你现在点菜，你就会直接讲这个菜名。可是读的方面还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反正这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我最大的学习就是用人跟人之间沟通，所以在读这方面可能我还需要多几年吧，我认为。对，我本来以为今天的这个访问呢，可能要掺很多英语的。不会，完全不会。对，他中文其实算是不错，而且声音也蛮好听的，表达流利。你要不要接受下一个挑战，当 radio DJ 拍台吗？不可以啊！虽然我现在今天接受这个挑战是来讲华语的，但是你们自己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如果那个题目太深刻的话，我记得了那些词嘛？可是现在我是在讲话，我有时候就会我想要用这个词，可是我忘了。我也是不要放弃，然后只用英文，那怎么表达呢？那这也是要感谢你们2个那么自然的，可以就是抽我这个信心，跟你们比较自然的讨论。其实我见嘉靖之前刚好就看了一篇文章，然后是一个广告撰稿人了，他就说到他周围的很多朋友都觉得年轻朋友了，我不知道了，他觉得说都觉得讲华语是一件不酷的事情。
现在还是这个吗？因为我没有了吧我离年轻人很但远的，是我也是离年轻人很远，没有啊所以我讲的不准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觉得好。像觉得啥？那我觉得，因为如果你要学一个东西，你要先找为什么你要学，你要找你的动力在哪。你有这个动力了之后，那挑战其实不难。所以我觉得他有把这个过程变得酷，跟你讲酷嘛，对他拍摄视频，他是以就是我自己想要进步，然后大家一起见证我的这个过程。对，所以在社交媒体为什么引起大家的关注，引起我们的兴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哎，一个20多岁的人要去考试，然后呢要重新学习中文，其实真的蛮难。然后呢，与此同时，因为他也帮他当着他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很自然、深入的来聊天，来接受访问。我觉得已经做到了，对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在那之前给他另一个挑战吧。对，就看图说故事吧。有些突我的破很奇怪哦。这个是难度很高的，你过了这个之后，你一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了。哎你讲出一个，我现在要形容一下对，，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对对对好吧，那观众朋友，我现在在看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图画哦。那图画跟你讲，先是有一个很大的一只猪，这个猪就是它不在地上啊，它是在天空上飘着啊，我都不懂它是怎么飘的，是不是因为它里面整个都是空气吗？那有一个人，他就是看得很伤心这样。可能因为那个这个猪要飞走了，他自己是他的朋友还是不懂什么啦，就觉得他就很奇怪。那最奇怪的其实来说就是有一个绳子，这个绳子就是在猪的屁股到他的那个这个人的他的那个可以算说是领带上吧。可能是希望如果你们自己有做梦的时候想到这些很美好还是很奇怪的这些东西啊，那就是要用你这个创造力的吧。OK， 好，可以啦。你要讲一下吗？对，我真的如果你们是讲的话，你们应该会怎么形容这个？对，给一个参考。来，杜哥来，请讲一下。OK，小时候你们有一个小猪猪，你会把硬币放在里面的。但是呢，你发现如果金钱在你的生活当中扮演着太过重要的角色的话，你把钱看得太重的话，这个小猪猪就会变成大猪猪。有一天，这只猪会牵着你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生活当中其他重要的部分。类似这样啦。太了不起了， DJ 啊，太了不起了，还不错，还可以，没有令人失望。谢谢你今天教了我。OK， 交流一下啦。 OK， 我觉得从嘉靖身上可以看到，真的是学习这个东西，不管你是任何年龄来讲的话，都应该要注入你的生活当中，它可以让你更有活力，然后发现新的一些方向，同时发现自己可能以前没有发现到的自己。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去 follow 一下，去跟随一下，可以希望你接下来的挑战都非常成功，我相信一定会很成功跟很顺利了。谢谢对，考虑一下来做 part time 吗？我会考虑一下。 OK，Thank you，谢谢。 Thank you。 Woohoo! Testing mic test 1 2. How do you think, Lindsay, about the 口语? It was great. You seem like a natural speaker already. Yes. Feel more relief. You say your hands were shaking, but Yes. not No, my hands were shaking. So it started. You have your usual kind of nervousness, a bit of a dry throat. But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where I think they are very good at their job. Becaus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as worried is that they might speak too fast. Like Wen Hong actually speaks very fast. And yet, even though he speaks fast, as I look at him, I'm able to process it. So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And then after it's like, yeah, just be myself and then you'll be fine. And I'm glad that I know I've said some wrong words here and there, but all in all, I think I got my message across. If nothing else, then perhaps today's interview showed that I am able to have Wang Jiajing come out in a conversation rather than OKJ. And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to learn because there are some words that I use wrongly. There are sometimes that I stumble, and those are really easy words. But I think the fact that they understood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and also it feels very natural, like 这个是王家靖在说话 it's quite cool. Yay! Yeah. Okay, on to the next challenge.